接下来我们要来特别关心到俄乌战事，在冬季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普丁开始进行了冬季大进补，尤其1月份，我们看到他在土地上持续的推进猛攻，另外也祭出了锆石狂轰基辅，战场现在4/3的伤亡关键竟然跟中国大陆有关系。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一起来做关心。本来以为在进入到这边俄乌的冬天这么冷的一个天气会让战线冻结，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俄罗斯则是选择在零下-20度的这个酷寒当中全面的加压，来自于媒体特别外媒做了一个报道，光是1月份，俄罗斯推进了481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个面积已经相当于1.78个台北市了。光是占领速度来做相比，和去年12月的话，已经是达到了当初的2倍。俄军目前实质控制乌克兰的土地，已经大约是高达了2成左右。再来就是看到冬季的时候，俄罗斯对于乌克兰发动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空袭，内容包括在空中目标发射了500多个空中目标，还祭出了锆石极音速飞弹跟它的伊斯坎德弹道飞弹，400多架的这个攻击型无人机。那乌克兰则是宣称说，他已经拦截下了400多个目标，拦截率好像很高，但是被发现27处最关键的设施仍然是遭到击中了，包括现在在首都基辅、哈尔科夫等地都发生了大规模断电的现象，敖德萨更是有5万人因此陷入在黑暗当中。所以节目开始特别请教聂老师怎么看了。1月份刚刚讲了，俄罗斯的推进速度是去年12月达到2倍，代表战术成功吗？再来就是从去年11月川普抛出的28点和平方案，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是大面积的在抢土地，持续的推进。乌克兰还可以指望美国吗？老师怎么看？OK， 我觉得这个也会使我想到这个小朋友啊，在这个玩那个好像那个翻块砖啊，在那边猜这个剪刀石头布，然后一下赢了，然后赢3退1，赢3退2，这样诸如此类的。那有时候你也会看到媒体中发现乌克兰会反击，诸如此类，有没有？不管用无人机有形无形啊，那你会发现啊，但是我们看到的大概宏观来纵观看之呢，这个当然俄军不管怎么说，他的这个我们讲这军事力量也当然是稍微这个后勤的力量等等，包括国家土地等等，可能会高于乌克兰一些。因此你会发现在整个这个4年多的战争情势之下，现在差不多4年了哈。战争情势之下，当然我们讲俄国呢，当然所占领的高度是比较就被肯定的。可是他也没有完全拿到这个完全之高度，因此打起来两边的死伤也都蛮惨的。不过你今天讲到的是1月推进是速度翻倍，这个速度翻倍实际上呢，感觉的确是它好像这个战术呢越来越成功。可是这种感觉其实在去年10月、11月、12月，什么红军区啊等等都发生过，你知道吗？也就是说，突然之间，俄国好像就一下就冲了3步。我刚刚讲的，后来乌克兰当然他们好像意志不服输，也会反击一下，他又会退一步。不过不管怎么说，乌克兰真的这个不管是这个家破人亡啊，死伤惨重，甚至整个经济下滑，对于乌克兰来讲的确很伤。因此国际间，尤其像川普这个人，想拿诺贝尔和平奖的，多少次的认为他可能搞定这个俄乌之间的和平。所以你刚刚讲到的，去年11月底的时候，26号。丢出了一个28点的乌克兰和平计划。各位你要晓得，这个乌克兰28点是在他要跟这泽连斯基讲要帮你谈和平的时候，先打电话给了这个普丁嘛。我的意思是说，他其实是问普丁你到底想要什么，然后我帮你完成，然后我要求乌克兰来配合，结果没有，因为这个答应普丁的太多了。除了当时最开始原始的所谓的北约这个加入北约或者武器东扩之外，里面还附加了什么？包括宪军，不只是这个武器，还宪军，包括北约永远不能在那驻军，还讲到了。当然，不管未来说经济以前的封锁要慢慢解放之外，有2个最重要的，包括领土的争议，包括我们讲那个顿巴斯那个地方，卢甘斯克啊、顿内茨克等等，还不只是这个克里米亚，还有所谓的核电厂问题，这2个问题谈不拢。这个2个问题是到最后，后来在1个月之后，当然这里面有太多，大家也不满川普，认为说，尤其欧洲这些国家，欧盟国家说。川普，你定的这个调呢，好像是跟这个俄国斯东款曲之后的28条，我们觉得可能有失公平，就在1个月后定了一个20条嘛。我想大家还记得吧？叫做20点的这个美乌或者叫做乌克兰的和平计划。当然，川普也这个首肯，但是这里面还是一句话：领土和核电厂东西无法承认，没有办法解决，他们战争继续。那也就是说。
最后他们有些东西不能失守的地方，他们还会继续下去。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问题就是造成俄军你没有办法给我要的。我当然觉得我现在呢所占的这个筹码较高，我就必须继续攻击。我觉得我们的后勤呢的力量也比你强，所以他还会继续的呢抢地抢筹码。所以乌克兰现在啊在谈判这个地方啊，那我觉得他不是中了计，是因为他不愿意让步，也不愿意把它当这是。你知道吗？这是领导人所造成的嘛？这个不是每个这个人民都这样，因为他就认为他要走他该走的敌对俄国的路，因此呢，俄国可能会继续进攻。也就是当乌克兰没有到那种痛点到断头的时候，我觉得这样的战事还会再走一阵子。好，俄罗斯持续的推进，那现在也被视为说俄罗斯重点推进的武器。就是无人机。那无人机这件事情，现在也说是跟中国大陆是有关系的，因为分析机构在这个时候特别指出，俄乌战场上，尤其在全球这个商用的无人机里面，竟然有高达将近80%都是仰赖中国来做生产的，主导的是包括它的速度控制器、感测器、镜头、螺旋桨等等的关键零组件。金融时报也特别做披露哦。特别是在俄乌战场，3%的伤亡都是无人机造成的，而且俄军跟乌军他们都在等着中国大陆在无人机上面的一个生产线，在排队拿货。所以无人机接下来是俄罗斯的王牌吗？中国大陆的角色又是什么？尤其现在乌克兰跟这个欧洲国家，他们自己也希望自己来自建生产线，真的能做到吗？干哥怎么看？其实这个战争的态势已经非常清楚了，你去看嘛，对不对？现在3%的伤亡都是无人机造成的，不是传统炸弹，也不是精灵炸弹，更不是巡弋飞弹，是无人机，好不好？在前线只有这种无人机，小而巧又灵活的东西，它才可以真正造成阵地的破坏。它没有办法占领，因为它是无人的，但是它可以破坏你的有生力量。然后你要知道，谁是全世界最会造无人机的？中国。现在只是你知道商用的无人机的环节而已，那你还不知道军用的无人机系统，对不对？那大家知道吗？其实不管乌克兰或是俄罗斯，他们都是由来自中国的零件来装配，不见得是中国整批输入的，是，但是零件都是从中国来的，两方都一样。他们讲个笑话，无人机的那个他们的那个圈子里面说一个笑话，就是说，当这个乌克兰的代表团私下到中国的无人机的这个厂商那边去参观的时候，他是用分钟来算时间，你知道吗？为什么？就是说这个前3分钟我们到哪一站，后3分钟我们到哪一站，中间简报1分钟啊，这个绝对不能够破坏。为什么你知道？因为后面还有人等着要看。后面是谁？后面就是俄罗斯的代表团。对，也就是说，在中国的同一个工厂里面，前面是乌克兰代表团，后面是俄罗斯代表团，已经搞到这个地步了。所以你就晓得说，其实说一句实在话，老实讲一句，东西都来自中国。中国真的是供应链的大国。还有另外一个小故事，就是说，那个突然，那个乌克兰在看到这个他们的画面的时候，就看到中国提供的画面的时候，他说：“我们发现你这个高画质影像以前没有，现在这个摄影机是从哪里来的？现在好像是我们在俄罗斯的坠毁的无人机上面看到。”然后中国的那个厂商一定会跟他们讲说：“哦，不，这不是我们的产品。”然后乌克兰说：“再问一次，真的不是吗？”然后那个中国厂商会说：“好了，我们也可以卖给你。”所以非常有趣，就是说，在无人机的市场里面，其实虚虚假假，真真实实。你老实讲一句，这就是商业，是啊。但是用在战场上，我今天要特别讲一句实话。如果俄罗斯没有乌克兰提供的，不就是那个中国提供的无人机的话，那根本这个仗打不下去。同样，乌克兰要是没有这样的无人机的零件供应，因为什么？我跟你讲，中国做最重要的部分，镜头，还有马达，还有什么？镜头、马达，还有感测器啊，像这些东西都是中国做的，而且中国做的这些东西都比塞浦路斯做的要便宜2/3。也就是只要它1/3的价钱都可以做了。现在塞浦路斯有个工厂叫做群峰，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它最近，它距离乌克兰最近，它已经提供乌克兰200架了，而且他们说他们提供的那个叫做 Poseidon 海神无人机，海神无人机非常好用，第一视角 FPV， 它马上怎么样？它可以到战场上面
你这个兵怎么跑，不管你跑到哪里去，我都可以逮到你，就是海神无人机嘛。那海神无人机在塞浦路斯的这个工厂生产，老实讲，现在连丹麦啊、沙烏地阿拉伯啊、印度啊，通通跟他们买。但我坦白告诉各位，真正的产能是在中国。那中国的产能在哪里？不能告诉你，反正俄乌双方都需要靠中国来支持。好，针对这一场空袭，刚刚说了用了非常多大量的无人机。那其实呢，泽伦斯基他也痛批他痛批这个普丁是违反了停火的协议。结果跳出来反驳的，本来以为是普丁，结果没有想到是川普川普说了什么？他说昨晚狠狠的打了他们，是什么意思？他支持俄罗斯吗？岳老师怎么看？我觉得好，我刚刚很抱歉，思敏刚刚讲的时候我都笑起来了因为这个其实讲起来就大家意想不到，这个事情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是泽连斯基呢跑去找川普那个就是说是这个诉苦啦就讲说这个普丁没有按照这个规定然后呢就是用打了这个发了将近500多架的无人机把我们打得很惨，我们做了很大的努力要博取他的同情结果川普呢就讲说，普丁完全没有违反规定，为什么没有违反呢？是因为讲好停火到2月1号为止。那今天几号了？大家心里一算，哇，那个泽连斯基就完全不了解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暴露出一个非常的问题，就是说那个川普这个人他没什么修养他除了笨跟坏以外，他没修养，所以他根本就看到泽连斯基就像是个拖油瓶的一样，想要赖到我们美国头上来，门都没有然后呢，另外呢，这个《金融时报》今天讲了，我们有3阶段的停火。我刚刚把这2件事连在一起就是说。这个3阶段，《金融时报》讲了3阶段。第一个，24小时内要是普丁违反，也就俄罗斯违反了停火规定的话呢，那么就是外交的口头警告，这个等于是没用的了。口头警告等于就是说谁都知道这个没用。然后，如果你持续发展下去的话呢，那么就是由这个所谓的这个医院联盟包含哪几个国家？英国还可以了，大概到给你来派出1个人，挪威、冰岛、土耳其。这算什么东西呢？就不知道。然后呢，如果超过了72小时的那种情况下的话呢，就这里面包含西方国家，其中特别强调包含美国在内就要干预了但是我跟前面一个消息大家讲得清楚，至于说普丁或俄罗斯有没有违反停火，是由川普一个人讲了算大家有没有听懂这里面？所以你这个他说没有停火就没有停火。现在川普本身的话呢，真的是希望俄乌冲突结束了，然后他腾下手来做别的事儿，就这么简单。所以你这个事情弄得就是泽连斯基没有搞清楚我们有一句话叫热脸贴到冷屁股就这种情况。好，谢谢苑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